和平了多年的世界在近2年又开始动荡起来。先是中印两国时隔多年再次发生流血冲突，紧接着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俄罗斯周边的2个小国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又打了起来。随后没过多久，世界的焦点又再次转移到了中东。但是现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集在了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对于最近乌克兰东部的局势，许多军事分析家都做了自己的分析。俄罗斯著名军事分析家帕维尔·费尔根豪厄称，他已经观察到，一方面乌克兰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愈发亲近，而另一方面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局势却愈发紧张，并且顿巴斯不断发生的冲突也导致俄罗斯加强了他们在东部地区的力量部署。因此，帕维尔得出结论，不论是否需要对下一步进行考虑，不过目前非常明显的就是，西方国家还并不能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究竟该怎么做。帕维尔建议俄罗斯军队应该准备在未来的30天内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进攻，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威胁还在继续增长，所以俄罗斯需要早做打算。有分析家指出，俄罗斯已经控制了一个海军集团，从波罗的海向南运送足够的海军陆战队，以确保可以在乌克兰黑海沿岸进行诺曼底登陆。另外，在乌克兰北部，那里还有俄罗斯的150步兵师，这是一支庞大的部队。在克里米亚，黑海舰队的第22军也拥有自己的突击坦克大队。不过，即使如此，如果俄罗斯决定要发动大规模进攻，俄罗斯还需要部署其他部队。不过，帕维尔也表示，或许俄罗斯也并不会去发动攻击，而是会像普京通常所做的那样，与西方进行谈判。其实，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进攻，目前还无法准确推断西方国家会如何应对，因为如果他们参与其中，那么将会付出很多，却可能得不到等量的收获。首先，像欧洲国家是无法与俄罗斯单打独斗的，如果要支援乌克兰，那么当然需要多个国家。其次，乌克兰如果与俄罗斯发生冲突，其实美国才会是最后最大的赢家。但是如果乌克兰真的与俄罗斯发生大规模战争，美国是否会派兵援助，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西方国家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存在着分歧，万一被拖入其中，再想脱身就并不是那么容易了。因此，如果俄罗斯想要速战速决，此时或许是最好的时机。据《环球时报》援引非媒的消息称，近日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在其脸书账号上再次恰当不过了。自疫情爆发以来，菲律宾国内的经济就遭受到了重创。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必须尽快控制疫情，所以获取大量的疫苗就非常重要了。最先开始的时候，菲律宾是想从美国购买疫苗，但遭到美国以疫苗不足为由的拒绝，因此转向中国，而中国也迅速做出反应。目前，菲律宾已经从科兴购买了2500万剂疫苗，最早的一批已经在今年2月抵达菲律宾，而且还是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亲自迎接的，还称中国此举是真正的朋友。然而，他表面的友好只是为了骗取疫苗，嘴里刚喊完友谊万岁，转头就想要开火。有分析认为，菲律宾现在之所以会展现出2副面孔，主要是想借此逼迫中国不得不做出让步。如果是这样的话，两国之间的友谊自然是牢不可破的。在他们的眼里，可能觉得中国想要同美国竞争的话，必然会拉拢菲律宾。从大的方面考虑，中国会为此同菲律宾让步，满足菲方的一些要求，否则菲律宾就会投靠美国，这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麻烦。但要知道的是，中国永远不可能在这方面让步。菲律宾人的小算盘打错了，不管菲律宾心里怎么想的，那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牛阿胶就在中国的9段线之内。菲律宾的主张就是在无中生有，放弃双方多年的友谊，真的敢背后开火的话，那中国自然不会有所顾忌下去，击落菲律宾战机那都是轻的，到时候说不定直接在菲律宾家门口填岛造陆了。众所周知，自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军事强国都在积极研发核武器。然而，随着各国军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高超音速武器以高速、高毁伤以及高突防等能力脱颖而出，成为了一些军事强国新的追捧对象。目前，俄罗斯和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这一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在这一领域中则处于一种追赶的地位。显然，美国对这一局面感到非常不满意，毕竟他们在其他领域中都属于领先地位，因此他们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高超音速武器中，一直在不断的努力打造高超音速导弹。近日，俄罗斯方面传来了美国高超音速导弹的新消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国空军发表了一份声明，他们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在4月5日的时候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空射试验，然而这次试验却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这一领域中又受到了打击。因此可见，美国空军仍然无法在这一段时间内部署高超音速导弹了。虽然说高超音速导弹需要的技术水平非常高，
高，试验失败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但是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他们为何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无法研制出性能优异可靠的高超音速导弹呢？对此，有军事观察人士给出了答案。据军事观察人士分析称，高超音速导弹所需要的技术水平确实非常高，但是其实美国的高超音速技术并不差。早在上个世纪，美国方面就开始着手研究高超音速技术，在那个时候，美国的高超音速技术水平世界第一。然而，就在他们在高超音速领域中有所成果之后，他们却把研究的侧重点转向了其他领域，并且美国方面还认为他们的高超音速技术无人能够超越，因此美国的高超音速技术开始出现了一些停滞。然而，就在美国把研究重心放在其他领域上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却开始努力钻研高超音速技术。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在经过不断的努力之下，终于在高超音速技术领域中有所突破，并且还成功研制出了高超音速导弹。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早已入役军队，但是美国在这个时候意识到高超音速武器的重要性，却已经为时已晚。不管如何努力，也难以在这个领域上超越中国和俄罗斯。毕竟中国和俄罗斯在拥有高超音速武器之后，仍然在刻苦钻研，一直在完善他们在这一领域上的技术。所以说，美国很难在这一领域中超过中国和俄罗斯。不过，通过这一点，我们也不难看出，美国的军工业水平也有所下降。不得不说，这也给了其他国家一个超越美国的契机。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只有这样，美国才会有所收敛。近一段时间，我国周边海域开始变得热闹非凡。然而，就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军舰想要来到我国周边海域的时候，日本周边的海域居然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近日，中国解放军海军的航空母舰就亲临了日本的周边。据媒体报道，日本方面表示，在日本长崎县男女群岛西南方向470公里海域的地方，发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经过日本方面的观察，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中，除了辽宁号航空母舰之外，还有南昌号055型驱逐舰、成都号太原号052D 型驱逐舰、黄冈号054A 型护卫舰以及呼伦湖号091型综合补给舰。据了解，中国解放军海军的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出现在该海域之后就开始南下，经过日本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西太平洋海域驶去。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就在中国解放军海军出现在日本周围之后，又有一个军事强国的军舰进入了日本海。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护卫舰进入日本海域之后，向水面目标发射了一枚巡航导弹，并且这枚导弹成功命中了100公里以外的目标。虽然说这是俄罗斯海军的一次常规训练，但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海军和俄罗斯海军接连出现在日本周边，是想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难道是想要杀鸡给猴看吗？对此，有军事观察人士给出了分析。据军事观察人士分析称，目前美国海军对中国和俄罗斯步步紧逼，美国海军之所以能够在亚太地区横行霸道，有一部分原因是离不开日本的。众所周知，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地区所收的小弟之一，日本也一直在为美国鞍前马后，并且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几个重要军事基地也在日本本土当中。所以说，中国和俄罗斯海军的这些举动很有可能是想威慑日本，让日本知道，如果他们继续助纣为虐的话，将会付出相应的后果。此外，中国和俄罗斯的做法也是在告诫美国，我们有实力对抗美国海军，并且如果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的话，他们在日本所设立的军事基地将会在我们的打击目标之内。所以说，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些举动很有可能是想劝美国和日本好自为之。不得不说，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些举动是威慑美国和日本最好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领略到我们的军事实力，并且我们通过这些举动能够看出，中国海军的实力的确有了非常大的提高。因为只有军事力量提高了，我们才会有底气在家门口大秀军事肌肉，展示军事力量的存在。